突然，皇甫凡逆肉身破碎，化作气焰进入楚风掌心，是楚风收走了他的本源。此人先前对仙喵喵动了杀心，楚风自然不会留他性命，竟要用干净了。可惜楚风摇了摇头，他不仅能在毁尸灭迹的同时收走皇甫凡逆本源，也能查探皇甫凡逆身体内是否还有宝物，只是可惜啥都没有了。楚风，你之前就认识皇甫天族的人吗？此刻，仙喵喵、龙成宇、秦玄三人来到楚风面前，龙成宇更是好奇地问道：“不认识。”楚风摇了摇头：“那你是怎么会皇甫天族的神境5阶啊？”龙成宇好奇地问道：“龙兄，这个问题没法回答，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楚风笑着说道：“就算秦玄不在，楚风也暂时不打算将暗之掠夺的事情告诉他人。楚风兄弟，你真是太妖孽了！我以前在你面前其实还有些信心的，觉得就算不如你，但也不会差得太多。现在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龙成宇苦笑道：“以前他觉得他是浩瀚修5界，名列前3的天才，现在来看，恐怕前10都进不去了。而楚风则是能争夺第1的存在。自家人，别说这种话。”楚风说话间，看向仙喵喵，喵喵，这个服下。楚风将一颗丹药递给仙喵喵，没事啦，楚风，我已经好多了。仙喵喵似是怕楚风担心，还特意露出灿烂的笑容。丫头，让你服下就服下，这是我从皇甫凡逆乾坤袋里翻出来的，不用白不用，关键是我观察过了，对你有用。楚风将丹药强行塞入了仙喵喵的手中，那就当是他补偿我了。仙喵喵直接丢入口中。对了，秦玄，你怎么与我们仙喵喵还有龙兄走到一起了？弃暗投明了，还是被迫联手？楚风对秦玄问道。相比于龙成宇，楚风面对秦玄没有一丝笑容，但也没有表现太多敌意。先前秦玄让龙成宇带仙喵喵先走的画面，楚风可还记得？这让楚风对秦玄印象有了改观。本来是被迫联手，但是现在打算弃暗投明了。楚风，你今日救我一次，你之前欺负我弟弟的事，我也就不追究了。关键我也打不过你。秦玄有些尴尬的笑着，其实也是想借此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楚风太强了，他是真不想与这个怪物为敌。你现在确实打不过我，但我今日也不是救你，我是救喵喵与龙兄。若是这里只有你，我不会管的。楚风说道。是，正常，能理解。秦玄笑得更尴尬了。另外，我没欺负过你弟弟，我楚风从不恃强凌弱，主动欺负人。当日在古剑，你弟弟嚣张得很，打不过我们就抬出你来压迫我们，非要说想欺负人的，那应该是你弟弟，只不过他实力不济，没欺负成罢了。楚风说道。但是我弟弟他很少对我说谎。秦玄说道，言外之意他更相信他弟弟说的。秦玄，我其实无所谓你怎么看我，但我看你与你弟弟不是同路人，所以今日多说2句。你扪心自问，你是真的不了解你弟弟，还是不愿意去真正的了解你弟弟？你弟弟的所作所为，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去相信？你自我欺骗带来的结果就是更多无辜之人被你弟弟所迫害，你觉得这样对吗？若是你觉得对，那当我没说。此话说完，楚风看向龙成宇和仙喵喵，喵喵，龙兄，咱们动身吧，现在咱们可是落后了。话罢，楚风便穿过古殿向深处前行，仙喵喵与龙成宇立刻跟上，秦玄则是站在原地若有所思。楚风刚刚的话戳中了他的内心，他自然听过秦叔的事，只是他不愿意相信他弟弟会做那种事，也是因为不愿意承认他的弟弟会做那种事。可就如楚风所说，他这样做真的对吗？楚风一路快速前行，遇到了不少难关，可无论是幻想还是机关，或是阵法，又或是怪物，在楚风面前都是轻易破解。龙成宇、秦玄、仙喵喵这3位天才只需跟在楚风后面即可，根本不用出手，这和我想象的9天之巅一点都不一样。秦玄叹道，往常他都是冲锋陷阵，走在最前方的，身后皆是为他欢呼之人。我就问你，爽不爽吧？龙成宇笑着问道。爽是爽，但我真的很打击信心。秦玄说道。没事，多打击几次就习惯了。龙成宇笑道。秦玄看了看在最前方仍在破阵的楚风，那他对于他来说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解决的难题，楚风却轻易破开，他不由摇头叹道，真的自我怀疑了。他们继续前行，穿过通道来到了一个地方，看着此地，楚风目露喜色。快了，有多个通道可以通往这里。楚风他们来时的通道只是其一，但这里是楚风先前在镜子中所看到皇甫少羽以及小鱼儿还有风铃所出现的地方。根据楚风在镜子中的观察，楚风知道仙海少羽他们前行的路径，也觉得快追上仙海少羽他们了。果然，又走了一段时间，破开一座机关阵法后，有一座高台以及一道结界门浮现而出。高台上面应该是有东西的，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这啥意思？龙成宇不解，应该是上面的东西被人拿走了。楚风说道。有人这么快？龙成宇诧异，没事，应该是自己人。楚风觉得那上面的东西应该是被仙海少羽他们拿走了。于是楚风4人直接踏入结界门，伴随结界之力消散，他们进入了一个古老的殿宇之中。这座殿宇特别大，先前仙喵喵他们所在的古殿已经够大了，可是这里更大，宛如一个由砖石封锁的世界。但身处这样的地方不会觉得壮观，反而那种由砖墙封锁的空旷感让人感到压抑。而在远处的空中，楚风看到了仙海少羽、小鱼儿、风铃，除了他们还有宇文炎日以及神体天府的2位高手。他们所在的位置有一个浮空的巨大宝箱，宝箱上有2个钥匙孔，仙海少羽、小鱼儿以及宇文炎日等几人站在宝箱这一侧，在另外一侧则是皇甫圣宇、皇甫将耀以及皇甫上扬3人。他们果然也到了。楚风之前就觉得皇甫圣宇他们可能会与仙海少羽他们相遇，楚风之所以这么急着追赶仙海少羽，就是害怕仙海少羽他们遇到皇甫圣宇后出现意外。皇甫圣宇他们可是皇甫天族后人，可能此次是手握优势的，好在还是赶上了。大哥哥！就在此时，小鱼儿率先发现了楚风他们，原本还打哈欠的丫头
顿时美眸放光，一个箭步便跨越遥远距离，来到了楚风近前。喵喵姐姐，你与大哥哥在一起吗？也太幸运了吧！小鱼儿对仙喵喵说道。后面才遇到，不过也确实幸运，若是没遇到，我们可就要遭殃了。仙喵喵说道。小鱼儿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楚风兄弟，就在此时，仙海少羽的声音也是自远处传来。他与风铃虽然没有立刻过来，可却也正站在箱子旁，对楚风挥手，皆是面露喜色。可是相比于仙海少羽等人，皇甫圣羽他们三个见到楚风后，可却是高兴不起来了。忽然，远处的结界门一阵颤动，又有两道身影从另外的入口走了进来，乃是凌霄和界宝宝。他们也走到这了。看到这两位，龙城宇目露警戒。他们走到，并不意外吧？这种考核本来就是界灵师擅长的。秦玄说道。见到楚风，界宝宝下意识的便想走过来，这反而让小鱼儿目露敌意。他不知道情况，还以为界宝宝是要借此机会对楚风不利。小鱼儿什么都不太关心，甚至对于那个宝箱的争夺都没有太大兴趣，但他非常在乎楚风的安危。但界宝宝其实是想过来与楚风打招呼，人多眼杂，还是别过去了。倒是凌霄的暗中传音，让界宝宝清醒过来。虽然这里的人很少，但毕竟都是各方势力的顶尖天才，他们话语非常有分量。若是传出去凌霄他们与楚风关系亲近，那凌霄他们回到七界圣府可能会遭受针对。凌霄，你们应该不会与他们联手吧？风铃对凌霄问道。而他所指的自然是皇甫圣羽他们。我凌霄虽是界灵师，但也是当代界灵师，自然不会与远古天族联手。凌霄说道。那便好。风铃笑了笑，旋即对着皇甫圣羽伸出了手。皇甫圣羽，赶快把钥匙拿过来吧。看来他们先前应该就是在因为钥匙起了纠葛。钥匙在这。皇甫圣羽将钥匙拿出，随后竟大嘴一张，竟直接将手中的钥匙塞入了口中。见状，风铃不怒反笑。怎么，你以为我们不敢对你开膛破肚吗？你有这个本事吗？皇甫圣羽讽刺的看了风铃一眼。我有没有这个本事，你试试不就知道了。风铃笑眯眯的，虽然没有动怒，但却也丝毫不惧皇甫圣羽，反而跃跃欲试，想要与其交手的架势。风铃姑娘，没必要与他动手。仙海少羽此话说完，又看向皇甫圣羽。皇甫圣羽，我们并不介意和你们一同分享里面的东西，没必要搞到无法收场的地步。你们不介意，我们介意。皇甫圣羽说道。听闻此话，仙海少羽也是不由笑了。你不会真的觉得我们不敢对你动手吧？仙海少羽，你应该有这个胆量，但是以多欺少也没啥意思。这样公平一点，来3场比试，我们这边出3个人，你们那边出3个人，单对单，来3场，哪边赢得多，这要是就归谁。皇甫圣羽说道。来啊！风铃立刻说道。有个前提。皇甫圣羽说话间，分别指向了楚风和小鱼儿。他和他不需参加，搞什么？玩不起就别玩，干脆直接认输算了。龙城宇立刻说道。就是。秦玄也是随之附和。但是谁成想，皇甫圣羽根本不理会龙城宇和秦玄，而是继续看着仙海少羽。为了公平起见，这次由你们来挑选对手，我们被动迎战，怎么样？要不要试一试？当然，你们可以拒绝，直接动手来抢我的钥匙。但我想说的是，按照我的方式，你们还有机会。若是直接动手，选择强抢，你们一点机会都没有。皇甫圣羽说道。来就来，怕你不成，我和你交手。风铃指着皇甫圣羽说道。若是可以的话，我来对付他。就在此时，宇文炎日开口，且将手指向了皇甫将要。这是谁啊？龙城宇和秦玄以及仙喵喵同时问道。因为宇文炎日依旧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他们看不清其面容，自然不知道其身份。他是宇文炎日。楚风说道。他就是宇文炎日，怪不得和神体天府的人在一起。只是那皇甫将要可是很强的，他有这个把握吗？得知宇文炎日的身份，龙城宇、秦玄以及凌霄等人都开始重新审视起宇文炎日，但同时他们也是都开始对宇文炎日的实力表示质疑。倒不是轻视宇文炎日，其实他们听闻过宇文炎日是天才，但在这里的哪一个不是天才？龙城宇是不是天才？秦玄是不是天才？但他们联手都不如皇甫樊逆，就别说皇甫将要了。因为皇甫5人之中，皇甫将要可是第2强的存在，连凌霄都被其绝对碾压。宇文炎日有机会吗？我不是轻视你，但是保险起见，不如让凌霄来。风铃对宇文炎日说道。他并不赞同宇文炎日出战。且说话间，看向凌霄。凌霄，你能不能来对付那个家伙？风铃指的并不是皇甫将要，而是皇甫上扬。虽说凌霄之前展现不俗实力，但却败给了皇甫将要，相对来说，对战皇甫上扬机会更大。对，凌霄你来吧，你对付皇甫上扬，仙海少羽对付皇甫将要，风铃对付皇甫圣羽。此时秦玄也是立刻开口，在他看来，这几人之中，仙海少羽必然是最强的，凌霄也不弱，但却不是皇甫圣羽以及皇甫将要对手，而风铃应该最弱，让风铃对付皇甫圣羽，就算败了也没事，只要仙海少羽和凌霄能胜，就还有机会。什么意思？你这个安排是看不起我啊？可秦玄话语刚出，便遭到了风铃的怒斥。秦玄露出尴尬笑容，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相对来说，他确实觉得风铃最弱。让我来吧，我不会为当代武者丢脸。可谁曾想，宇文炎日却再度开口，相比于之前有些怯懦的语气，这一次他坚定了许多。我支持宇文炎日。楚风立刻说道。楚风，你了解他吗？这可是关乎胜败啊。龙城宇问道。让他试试吧。楚风说道。好吧好吧，楚风都开口了，那就算你一个，那就我来对付皇甫圣羽。仙海少羽对付皇甫将要，宇文炎日对付皇甫上扬。楚风开口后，风铃倒是同意宇文炎日出战，但却给他安排了皇甫上扬做对手。我想对付他。宇文炎日指着皇甫将要。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啊？风铃走到宇文炎日面前。我会赢。宇文炎日说道。那你输了呢？风铃并不相信宇文炎日，就让他打宇文将要吧。风铃你打皇甫上扬。楚风再度说道。
楚风，你都没上场机会的人，你怎么还指挥上我们了？风铃双手叉腰，撅着小嘴看向楚风，当然他没有真的生气，这更像是好友之间的调侃。可就在此时，一道身影飞掠而出，直奔皇甫将要而去。此人正是宇文炎日，不自量力。见状，皇甫将要轻蔑一笑，可下一刻他脸色大变，因为他感觉身子一阵剧痛，低头一看，宇文炎日的拳头竟不知何时轰在了他的腹部，一拳命中，皇甫将要倒飞而去，找死！但还在半空，他便稳住身形，只见虚空炸裂，皇甫将要已是向宇文炎日反掠而去，并且他浑身雷霆缠绕，是施展出了武技，这是一种附加战力的武技，应该是想证明自己，所以并未施展远程攻势，想要近身找回场子。但是很快皇甫将要便后悔了，哪怕他雷霆缠绕，战力增长，可是面对他的攻势，宇文炎日竟没有丝毫躲避，反而是选择了硬碰硬。宇文炎日他根本不再攻击皇甫将要的弱点，而是皇甫将要出拳，他便出拳；皇甫将要出脚，他便出脚，拳对拳，脚对脚，一时间陷入焦灼战局。对于这个战局，龙成宇和秦玄甚至是凌霄等人都感到意外，这家伙有点东西吗？风铃美眸之中同样浮现意外之色，本来答应宇文炎日出战纯粹是给楚风面子，并没有对他抱有希望，但却没想到宇文炎日竟这么强，宇文炎日居然这么厉害，竟能与皇甫将要战成平手。龙成宇瞪大眼睛，张着嘴巴，可不是平手，宇文炎日还没发力。楚风说道，还没发力。龙成宇和秦玄都看向楚风，皇甫将要已经施展武技了，但宇文炎日气息与之先前没有丝毫变化。楚风说道，好像还真是，所以他根本没有施展全力，是在戏耍皇甫将要。听到楚风这样说，龙成宇和秦玄等人便认真观察，发现还真如楚风所说，这让他们对宇文炎日有了全新的看法。皇甫将要，你不会不是他的对手吧？皇甫圣宇面露不善，见皇甫圣宇开口，皇甫将要气息瞬息提升，雷纹、雷霆铠甲、雷霆羽翼同时施展，其气息瞬息从6品半神提升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可几乎当皇甫将要提升气息的同时，宇文炎日的气息也是随之提升，也从6品半神提升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并且短暂交手之后，又是一拳对轰，皇甫将要竟未能承受得住，在空中倒退数步，感觉拳头麻木，定睛一看，竟又鲜血溢出，皇甫将要顿时咬牙切齿，操！他大骂一声，随后将身后箱子拿下，将那缠绕雷霆的神兵取出。而在皇甫将要拿出神兵的同时，宇文炎日手腕一转，自其手腕脱落出一个手镯，飘在其身前，手镯为金色，离开其手掌，立刻变化，不仅体积化作直径1米之物，飘于身前，就连形态也发生变化，中间为空，四圈有火焰般的形态，但只是形态，而并非真正的火焰，同时刻有复杂的符咒纹路，看上去就像是一轮明日。那同样是一件神兵，雷霆飞掠而来，乃是皇甫将要，手持神兵来到近前。此时皇甫将要不仅周身雷霆产生了变化，就连神兵之上同样缠绕着雷霆，这是一种强大的武技，若没猜错，应该是神境武技。可忽然一道火焰自宇文炎日的神兵喷涌而出，火焰笔直射出，瞬息便将皇甫将要吞没。但火焰之凶猛，没有丝毫停止的架势，直到抵达古殿远处的墙壁，火焰消散，人们才寻得皇甫将要的身影。皇甫将要出现在了极远的地方，到达了这古殿的墙壁之上，是被那一击冲击过去的。他浑身升腾着火焰燃烧过的气焰，竟然仍保持清醒，但却显然已无再战之力。赢了，宇文炎日赢了，但却让所有人都震惊。之前没人想过宇文炎日能赢皇甫将要，更是没人想到宇文炎日能赢得如此轻松。好强的神境武技，但怎么从未见过？龙成宇在思考着，只有2种可能，那是神体天赋寻常人无法修炼的神境武技，又或是只有特殊神体才能修炼的神境武技。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宇文炎日简直强得离谱，甚至不弱于仙海少羽。秦玄叹道。听闻此话，龙成宇眉头皱起，丹得不错吗？忽然一只雪白的小手落在宇文炎日肩膀上，乃是风铃，这是应该的。宇文炎日说道，怪谦虚的，本姑娘欣赏你。风铃道，姑娘过奖了。虽然看不到宇文炎日的脸庞，可是只听到他的声音就能听出风铃的夸赞，让宇文炎日有些害羞，而风铃则是甜美一笑，看向皇甫上扬。此时他们2人的距离其实很近，但风铃一跃，一个后空翻，便向后飞掠而去。当他落下之时，已是与皇甫上扬拉开了较远的距离。皇甫上扬是吧？接下来轮到我们了，先说好，我出手不知轻重，若是中了，你可别哭。风铃对皇甫上扬说道，语气似嘲讽，但更多的却是调皮。对于此话，皇甫上扬则是轻蔑一笑，就算你是女人，我也不会对你克。话未说完，皇甫上扬顿时脸色一僵，下一刻，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僵。风铃出现在了皇甫上扬身后，他的气息已是达到了9品半神，但是周身没有任何变化。最主要的是，风铃手中出现了一把匕首，那匕首已是从皇甫上扬身后洞穿了皇甫上扬的身体。可最重要的是，此地还有另外一个风铃，另外一个风铃就是先前故意拉开距离且与皇甫上扬对话的风铃。分身武技，众人大跌眼镜。相比于宇文炎日，风铃的手段无疑更让他们意外，甚至感到恐惧。先是拉开距离，实则那是一道分身，真正的风铃并未拉开距离，反而是暗中靠近，毫无征兆的出手。关键是他不光骗过了皇甫上扬，更是骗过了在场所有人。扪心自问，若是风铃对付的不是皇甫上扬，而是他们躲得过去吗？风铃姑娘还真是给人惊喜啊。
楚风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因为楚风动用了天眼观察，但却根本无法分辨出场上的2个风灵到底哪个是假的。这2个风灵都拥有着本体的气息，仿佛那都是风灵。叮铃铃，一击过后，伴随一声清脆的铃声响彻，那刺穿黄府上扬的风灵就那样凭空消失了。而从始至终都未展现过修为的风灵还在，并且看向了仙海少羽。仙海少羽，就差你了。对此，仙海少羽则是摊了摊手，3战已胜2场，我似乎没有出手的必要了吧？也对黄府圣羽，你怎么说？风灵看向黄府圣羽，此刻黄府圣羽表情冰冷，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已是分别身负重伤的黄府上扬与黄府将耀，但他没过多的说什么，而是嘴巴一张，那把吞入腹中的钥匙便飘了出来。我黄府圣羽说话算话，话罢，钥匙便飞入仙海少羽手中。赢了，赢得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简单。因为楚风和小鱼儿无法参战，所以开战前人们都以为这是艰难的一战。可看看那先前还威风凛凛，此刻却丧失战力的黄府将要与黄府上扬，再看看宇文炎日和风铃，以及没能出战的仙海少羽，还有楚风和小鱼儿等人，龙成宇和秦玄默契的互看一眼，旋即又默契的同时笑了。原来弱的只是我们啊，少主，真的就这样给他们了。黄府将要与黄府上扬，扛着身负重创的身躯，跌跌撞撞的来到了黄府圣羽身旁。不然呢？你们2个没用的东西，是想让我食言？黄府圣羽恶狠狠地看了那2位一眼。抱歉少主，是我们轻敌了。2人满是歉意。不是轻敌，是你们太弱了，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也是输。黄府圣羽鄙夷地看了一眼2人后，便将目光投向仙海少羽。而对于此话，黄府将要与黄府上扬也是低头不语。确实，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其实败得不冤，就算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也没有把握可以获胜。风铃与宇文炎日确实很强。此时楚风等人也都来到了箱子旁边，钥匙到手，是时候进行开启了。楚风兄弟，要不你来？仙海少羽将2把钥匙递给了楚风，楚风并未接过钥匙，而是笑着问道：看出什么了？那宝箱不仅巨大，宝箱上面还刻着华丽的雕刻，但实际上那雕刻是有说法的，想开启这箱子，就算有钥匙也并不容易。看出了一些，但看得不透彻，所以才让你来啊。你应该有观察过了吧？仙海少羽说道。见状，楚风也不客气，而是直接将2把钥匙取过，因为楚风不仅观看了刚刚的比试，也在观察过这个箱子，他已经知道正确开箱的方式。此时凌霄与界宝宝也是靠近了，凌霄与界宝宝也观察了这箱子，虽然窥探出了一些，但他们都未能观察完整的方法。但他们2个知道楚风的结界之术在他们之上，所以他们想看看楚风到底怎么开的。在众人瞩目之下，楚风先是将左边的钥匙插入，随后将右边的钥匙插入。可钥匙刚刚插入，那箱子便有一道光柱冲天而起，光柱为暗紫色，融入大殿之中。几乎与此同时，整座大殿的墙壁都被暗紫色的力量所覆盖，结界门也被封锁了。此刻外面的进入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最重要的是，此刻大殿之内弥漫着恐怖的杀意，那是一种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胆寒的杀意。显然这是一座杀阵，足以将他们所有人抹杀的杀阵。只要杀阵开启，他们都没有生还的机会。感受到这杀阵的威力，众位天才也是眉头紧皱。可那黄府圣羽却是不惧反笑：楚风，你不是戒灵之术很强吗？结果就观察出了这，看看你做的好事，我们现在可都被你牵连了。他这番话就是在挑拨离间，但不仅没有任何人责怪楚风，小鱼儿反而立刻反驳道：你已经丧失机会了，我大哥哥要怎么做和你有关系吗？仙海鱼儿，你真以为你大哥哥无所不能？你难道看不出来你们现在都被他害了吗？黄府圣羽道：关你屁事啊！风铃上前道：对啊，关你屁事。千喵喵也是走了过来，就是小鱼儿也是点了点头。见此情形，黄府圣羽也是倍感无语，他差点忘了在场的这些人除了凌霄和界宝宝外，无论男女，对楚风都是死心塌地的，说是楚风的后宫团也没有差别。好，很好。黄府圣羽微微点头，但却是咬牙切齿：没事，这杀阵是必会被触发的，只要将钥匙拔出来就可以解除。但若以这种方式解除，那这箱子也会随之消失。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正常开启，只要步骤正确，杀阵不仅不会触发，这箱子也会开启。诸位若是信得过我，我就开启了。楚风说道。说什么胡话呢？估计没几个人是信不过你的。仙喵喵说道。对呢，大哥哥，信不过你的也不用问，反正他们也打不过咱们。小鱼儿说道。对此楚风笑了笑，旋即便开始转动钥匙，先是左边的钥匙向右转3下，随后右边的钥匙向左转2下，再接着再次转动左边的钥匙，但这一次转动的乃是4下，如此反复，每次钥匙转动的方向与次数都不相同。开始的时候他们还觉得一切正常，这乃是界灵师的常规操作。其实不止仙海少羽、凌霄以及界宝宝，在场的其他一些人也都看出了一些端倪，知道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但在楚风操作了10几万次之后，就连这些天才们也是傻眼了，毕竟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几百次几千次也就算了，10几万次，且步骤不能错，这考验的不仅是记忆力，更是观察力。难怪我感觉自己没有看透，竟然如此复杂。界宝宝暗中传音于凌霄，所以你说这样的天才，咱们7界圣府怎么可能不收？凌霄反问。界宝宝没有回答，他倒是希望楚风能够回到7界圣府，但对于这件事他并没有信心。咔嚓一声，那箱子打开，浮现而出的乃是一团暗紫色的气焰，但是这团暗紫色的气焰与封锁古殿的磅礴力量又有所区别。相比之下，这暗紫色的气焰更加诡异，更加的捉摸不透。且暗紫色的气焰刚刚浮现，便立刻扩散，扩散范围刚好笼罩了在场的所有人，且笼罩了众人，只停留短暂时间，便立刻回缩，恢复到了最初的大小。可是很快，那团暗紫色的气焰便
便发出古怪的声音，同时开始剧烈的蠕动。这一刻，可怕的杀意也是自那暗紫色的气焰内释放而出。见状，楚风赶忙上前，将手按在了暗紫色的气焰之上。与此同时，小鱼儿与仙海少羽还有凌霄等众人也是同时上前，将手放在了暗紫色的气焰之上。他们好歹都是一方天才，就算观察力不如楚风，可是在暗紫色气焰覆盖他们身体时，他们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暗紫色的气焰看透了，所以他们知道要如何应对现在的情况。他们必须联手，用各自的血脉之力与暗紫色气焰对抗，并且必须是所有人。皇甫圣宇、龙成宇看向皇甫圣宇，因为皇甫三人并没有动，且也没有动的打算。别看我，刚刚仙海鱼儿可是说了，这里的事已经与我们没有关系了。皇甫圣宇笑眯眯地说道，现在不是扯这些的时候，你们刚刚也被这阵法覆盖，你们也必须参与其中，如若不然，等一下这杀阵就会开启，我们若是活不了，你们也活不了。秦玄补充道，我们可不怕死，你们若是不想死也可以，求我呀。仙海鱼儿、皇甫圣宇说话间，特意看向了小鱼儿，可他此话刚出，楚风便立刻开口，求你，想太多了吧，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此刻说完，楚风看向龙成宇等人，这里考验的是我们各自的血脉，他们三个与我一样，都是天雷血脉，他们的那份我来承担。楚风此话刚出，皇甫圣宇便说道，楚风，你一个人承担4个人的份，亏你还是界灵师，简直异想天开。但楚风根本不理皇甫圣宇，而是对众人说道，诸位，开始吧。话罢，楚风以及众人便同时将自己的血脉之力融入那团暗紫色的气焰之中。很快，那团暗紫色的气焰竟也释放出血脉之力，四外扩散，找到对应的血脉之力，不要让血脉之力延伸而出。楚风高声说道，而众人在楚风的提示下，也都明白该具体怎么做，很快便找到了对应各自的血脉之力。其实很简单，以血脉对抗血脉即可，大家都是1对1的抗衡，唯有楚风是一个人对抗4重血脉之力，那都是天级血脉。龙成宇对抗属于自己的那道血脉，就已是极其吃力，所以想到楚风竟然独自对抗4道，不免有些担心，于是看向楚风，靠，我真是多余担心。可看到之后，却忍不住骂自己一声。楚风的确是对抗4重天级血脉，可楚风不仅没有一丝负担，反而悠闲自得，表现得十分轻松，就仿佛对楚风而言，他只是将手放了上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影响。少主，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啊？见到这一幕，就连皇甫将要与皇甫上扬也是一头雾水。你们问我，我问谁去？皇甫圣宇低骂一声，其实就连他也是一头雾水，他们刚刚都被那团气焰所覆盖，所以清楚那是怎样的阵法。这阵法可不好对付，不然龙成宇、秦玄等人也不会面容扭曲了。可楚风为何如此轻松？事实上不止楚风轻松，仙海鱼儿、仙海少羽，甚至是风铃和仙喵喵也都挺轻松的。可楚风与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人家只是对抗自己的血脉，楚风可是对付4个人的血脉。楚风，你怎么好像一点也不累？莫非是那3个家伙的血脉根本就没有一丝负担？风铃故意挑事的问道。确实没啥负担，就跟呼吸一样简单。楚风回道，正常，毕竟你们都是天级血脉，可他们与你比根本不值一提，你帮他们对抗血脉，这就像是你帮蝼蚁搬东西，当然不会感觉累了。风铃笑眯眯的说道，你骂谁蝼蚁？皇甫将要怒声问道。别乱说，本姑娘可没骂人，本姑娘很有素质的，本姑娘只是说事实。风铃说话的时候还调皮的对着皇甫将要眨了眨眼，但那分明就是挑衅。混账皇甫将要咬牙切齿，但却也无可奈何。风铃的手段他也看到了，莫说皇甫上扬没把握，就算他对上风铃，他也同样没把握。而在众人努力下，没过多久，那团暗紫色气焰便开始收缩，随后化作了一道暗紫色的结界门，立于众人面前。但这结界门有些特别，中间是结界，四周乃是实体，那上面刻有复杂的纹路。打开箱子，破开阵法，又变成门了。怎么这么复杂？就不能简单一点？龙成宇感觉头都大了，之前的都那么难，在他看来，这道门必然会更难。而楚风、仙海少羽以及小鱼儿、凌霄还有界宝宝等人都在认真观察，他们都能看得出来，这结界门也不简单。而那结界门四周的实体纹路多半就是线索了。进去的人越多，难度越低，但得到的好处越少；反之，进去的人越少，难度越高，但得到的好处越多。这个意思的话，是要让我们争夺名额。仙海少羽叹道，这是他观察所发现的。而按照这个逻辑的话，自然就要进行一番比试，最强的几个进去，弱的便丧失资格。毕竟进去的人越少，获得的好处便越多。可皇甫圣宇他们没参与，连进入结界门的资格都没有。而有进入资格的，除了凌霄与界宝宝，其他人关系都差不多，这要怎么打？显然是打不起来的。但他无法确定，而是看向楚风。楚风兄弟，你有看出什么吗？我看到的也是如此。按照他们的关系，正常来说应该所有人一起进去，但是在楚风来看，这是难得的机会，他们来这里不是游玩的，而是把握机会的。机会就在眼前，没理由选择最小的好处。于是楚风看向众人，诸位，我们一起进去，虽然会变得简单，但所得好处也将有限。若信任我楚风，就由我一人进去，我保证将里面的好处拿出来，到时我会将好处与诸位平分。若是只有一个人的好处，那我相等的宝物来分给诸位；若是太过贵重，我当下不能分的，以后也会分。楚风这番话是除了皇甫天族的3人外，对所有人说的，也包括凌霄和界宝宝。毕竟刚刚破那团暗紫色气焰阵法的时候，他们2个也参与了。楚风兄弟，你就直接进去算了，我不用你分好处。龙成宇说道。就是，你代表我们进去就行了，不用你分。随后，小鱼儿、仙喵喵、仙海少羽以及风铃等人都纷纷表态。紧接着，就连秦玄也是开口，只不过秦玄的话则是与龙成宇他们还有些区别。楚风，若是没有你，
根本没机会开启那个箱子，那箱子简直太复杂了。多亏你，我们才能走到这一步。况且刚刚还有3个人不愿参与，若不是你一个人对抗4重血脉，同样无法看到这结界门。要论功劳你最大，要论实力你最强。若是不认识，以你的实力，我们也打不过你啊，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不用分，你自己进去吧。秦玄此话说完，还特意看了凌霄与界宝宝一眼。毕竟表面来看，除了皇府天族的3人，只有他们2个与楚风不是同一阵营。我同意楚风进去。界宝宝爽快地说道。我也同意。凌霄也是说道。你们2个可以，还算是大体。龙成宇对凌霄与界宝宝竖起了大拇指。我楚风定不负大家期望。楚风此话说完，便踏入了结界门之内。而楚风刚刚踏入其中，那结界门便出现了一个数字1，同时那结界门开始闪烁出奇异光华，节奏越来越快，就像是某种计时一样。当那光芒停止闪烁之际，结界门上的1字消失，同时整个结界门都变成了实体。显然其他人已经丧失了进入的机会，但变化并未到此为止，反而是在结界门上面出现了一个沙漏的印记，并且那沙漏正在计时，沙漏旁边还有着不同的标记。这又是啥意思？众人立刻上前观察，似乎是额外的奖励，时间用的越少，触发的奖励便越高。凌霄说道。这时间最快的奖励好像有些厉害呢。小鱼儿说话间便伸出手指摸向了沙漏旁边的第1个金色符号。妹子别碰。见状，仙海少羽便想阻止，但是他晚了一步，小鱼儿的手指已经触碰到了那个符号。那金色符号很是精致，但原本很小，可是这一触碰，顿时金光四散，一个高达万米的巨大符号浮现在众人身前，缓缓旋转。那是一团金色气焰，气焰滔天，神圣无比且霸道非凡。这种感觉，看到那金色的符号，皇府圣女顿时眼前一亮。少主，您看出什么了吗？皇府将要与皇府上扬注意到了皇府圣女的反应，不由暗中问道。是极其利奥德的存在。果然，此次9天之巅与以往不同，我倒是希望那个楚风能够快一点出来了。皇府圣女说道。听闻此话，皇府将要与皇府上扬也不再多问，而是纷纷将目光投向那神圣的金色符号。他们都清楚皇府圣女的性格，皇府圣女若是想说的话，会直接说出来。她既然没说，便说明她不想说。但皇府圣女能用这个语气来形容此物，便足以说明此物很不简单。哥，这好像很厉害。这是什么？小鱼儿兴奋地对仙海少羽说道。虽然更加清晰了，但仍然是符号，看不出来。不过似乎有人知道。仙海少羽看向了一眼皇府圣女，他一直有观察全局，所以皇府圣女刚刚的反应他也注意到了。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小鱼儿问。知道又有什么用？难道你的大哥哥能够触发吗？皇府圣女问。而就在此时，那道门忽然变化，又化作了结界门的模样，并且楚风也是从中走了出来。成功了。见楚风出来，众人皆是张大嘴巴。对，楚风点头。这么快？确定之后，众人的嘴巴张得更大了，因为这也太快了，比限制的最短时间还要快。可就在此时，整座古殿剧烈颤动起来，不仅是古殿，就连封锁古殿的暗紫色气焰也在颤动，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恐惧一般。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结界门，他们感觉到一切的源头来自于那道结界门。忽然，那结界门内一股金色气焰冲向楚风，一切太快。当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那金色气焰已是将楚风覆盖。这一刻，整座古殿的颤动更加强烈。大哥哥！见状，小鱼儿立刻上前，想将楚风从金色气焰中带出来，可是刚刚靠近，便被金色气焰弹开了，他根本无法靠近。小鱼儿，别过来，我没事。楚风高声说道。尽管他这样说，可是众人还是非常担心，因为这金色气焰的气息太过恐怖了。不过好在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那金色气焰便从楚风体内抽离，褪去的金色气焰与结界门相融，化作一道光柱，直冲古殿上方，最终化作了一道圆形的结界门。那道结界门是透明的，并且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象，就好像是在古殿上方开了一个巨大的天窗。透过那天窗，众人所看到的景象正是9天之巅外面的景象。磅礴的金色气焰封锁了整个世界，这比他们先前所见到的任何一个景象都要壮观得多。那是什么？看到那金色的气焰，众人皆是看得入神。外面的金色气焰与刚刚覆盖楚风的一样，但是那么强大的力量竟然如此磅礴，简直震撼人心。可忽然，一道身影飞向了那宛如天窗一般的结界门，是皇府圣女。可她刚刚靠近，那结界门便有金色纹路浮现，二者触碰，皇府圣女直接被弹飞开来。皇府圣女，你要不要脸？竟想捷足先登，也不想想你有这个资格吗？见到皇府圣女这般行为，龙成宇忍不住嘲讽道：远古天族，自命不凡，结果所作所为却尽显卑鄙。远古原来如此龌龊。秦玄也是不由讽刺的说道。而此时的皇府圣女已经被皇府将要与皇府上扬搀扶了起来，她满脸不爽，但什么都没说，而是继续盯着那结界门的方向。因为楚风走了过去，楚风刚刚在结界门内的考验与脉之本源无关，没想到出来之后却触发了脉之本源，可能是因为先前与凌霄还有界宝宝同在的空间世界内，楚风已经融合了一些与脉之本源相关的力量，所以刚刚覆盖自己的脉之本源原本会带来极大的痛苦，那是一种淬炼，是试探楚风是否具有资格。可正因楚风之前已经获得了与脉之本源相关的力量，所以刚刚覆盖自己的脉之本源的确是未能对楚风造成痛苦，并且很快楚风便通过了考验，也许是到了征服脉之本源的时候了。想到这里，楚风也是伸出手去触碰那结界门，楚风手掌靠近，也有金色符文出现。那金色符文虽没有将楚风弹开，但楚风也无法直接进入结界门，符文内仍有玄机。楚风认真观察着在自己面前盘旋的金色符文，宛如数只金色的蝴蝶一般绚烂，他知道这里暗藏玄机。
破开这玄机，不仅能够穿过这结界门，对于征服麦之本源，应该也是有着极大的帮助。啪啪啪啪！可就在此时，一阵清脆的掌声响起，乃是皇甫圣宇。他笑眯眯地看着楚风，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他不怀好意。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我是真没想到你能夺得这个机会。但楚风，你可知天上的那是什么？皇甫圣宇问。是什么？好像都和你没什么关系吧？小鱼儿道。皇甫圣宇并未理会小鱼儿，而是将目光环向在场众人。麦之本源，可曾听闻？麦之本源，听闻这4个字，在场的许多小辈都神色变化，他们都是出自庞然大物，自然听闻过麦之本源的传说，那是隐藏于血脉天河内，传说中的强大力量。看到众人的反应，皇甫圣宇也知道，他们虽不认识天空之物，但却是听说过麦之本源的。看来你们也并没有我想的那么无知，但你们肯定不知道，麦之本源至今无人能够掌握，那就是因为他对主人的选择极其严苛。别看楚风获得了这个机会，但是他就算从这里出去了，也无法获得麦之本源的认可，因为我皇甫圣宇才是最有机会让麦之本源认主之人。皇甫圣宇说道。你凭什么？龙成宇问。就凭我的血脉，乃天雷圣品。皇甫圣宇道。天雷圣品在血脉比斗台被我楚风兄弟压得跪地不起，趴在地上的天雷圣品吗？龙成宇这话是笑着说的，且他此话一出，秦玄等人也都随之笑了。你们找死吗？眼见着皇甫圣宇遭到嘲讽，皇甫将要与皇甫上扬，皆是面露怒容，那个样子就打算动手。麦之本源他们自然也听闻过，对于这种力量他们不可能放过。如果说之前的他们还打算旁观，那么现在对于这麦之本源他们是必须要争夺的。他们皇甫天族与楚风等人注定要有一战。可谁曾想皇甫圣宇却拦住了准备动手的他们。皇甫圣宇此刻没有一丝生气的意思，反而始终面带笑意，只不过他的笑容明显不怀好意，甚至让众人感到不安，因为那抹笑容中有着运筹帷幄的自信。楚风，将这个机会交给我，我会尽量将你治愈，且保你日后荣华富贵。皇甫圣宇说道。你说什么鬼话呢？让给你？这种认可往往与修武者灵魂相融，若是强行剥夺出来，性命都会不保。你没毛病吧你？风铃立刻骂道。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说尽量将他治愈。皇甫圣宇说道。然而他此话刚出，顿时又滔天巨浪浮现而出，磅礴的巨浪排山倒海，直奔皇甫圣宇3人压迫而去。乃是小鱼儿，他没有过多废话，而是直接出手，并且为了将皇甫圣宇一击毙命，小鱼儿此时的修为已是达到了9品半神。可是那一击还未靠近皇甫圣宇，便被挡了下来。这感觉，这一刻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妙，就连楚风也是眉头微皱。感觉到了吗？皇甫圣宇笑眯眯地看向楚风等人，旋即只见双手合并捏动法诀，其衣衫舞动，一股磅礴的威压便从天而降，那是真神境的威压。真神？他怎么达到了真神？是隐藏了修为吗？感受到这股威压，所有人都面露不安。那威压虽没攻向他们，但却的确是真神境的威压不假。是用了手段吗？楚风问。对，就是用了手段。皇甫圣宇说话间，双掌摊开，但在手掌之中却出现了一道宛如水晶打造而成的令牌，那令牌上面写着赋予2字。关键是那令牌不仅古老，且有着与9天之巅相同的气息。皇甫圣宇放开双手，令牌竟自动落在了他的胸口之上，仿佛与他同为一体。此乃认主之物。楚风，你的天赋不错，但作为一个修武者，有的时候比的其实不仅仅是自身的天赋，很多时候其实恰恰比的是家族的底蕴。此物乃是我皇甫天族先辈皇甫玉天所得。当年皇甫玉天前辈参加9天之巅，那也是一次群英荟萃的争锋，远非寻常的9天之巅可比。非要说起来，倒与今日有些相像。而我族的皇甫玉天大人，则是击败了所有同期的小辈，获取了选择的机会，这便是他身为最终获胜者所做出的选择。他放弃提升自己的机会，为皇甫天族后人留下了来到9天之巅可以获得先机的机会。每次我皇甫天族后辈参加9天之巅，都会带着此物，但一直没有用，那是因为那些9天之巅的争锋没有值得动用此物的资格。本来我也没有打算使用它，毕竟这是我族皇甫玉天前辈放弃自我提升，从而为我们换来的底牌，自然不能随意使用。可谁曾想，你竟唤醒了传说中的力量，麦之本源，那这个底牌便也到了他发光发亮的时候了。又或者说，他来到我皇甫天族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他展现自我的时候，而我皇甫圣宇便是他的持有者。说起来还要感谢你呢。皇甫圣宇笑眯眯地看着楚风，而楚风一直在观察那令牌，那令牌上面浮现的赋予2字，皇甫圣宇这一品真神的修为必定与那赋予2字有关。可关键是楚风看不到那令牌的背面，并且能够感觉到令牌的力量并未完全施展出来，那令牌之中还蕴藏着其他力量，但楚风无法判定那令牌内剩余的是怎样的力量。楚风，我皇甫圣宇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理之人，麦之本源毕竟是你召唤出来的，你也是获得了认可的，所以我现在给你选择的机会，你是要牺牲自己让他们所有人活，还是我亲自动手亲手将你毁了，将这个认主麦之本源的机会夺过来，同时让他们所有人为你陪葬。皇甫圣宇眯着双眼看着楚风，而就在此时，界灵大门张开，一道身影飞掠而出，直奔皇甫圣宇冲击而去，乃是楚风释放出了界灵。修罗王，修罗王的修为也是一品真神，瞬息之间便来到了皇甫圣宇身前，黑色的气焰宛如道道利爪，一波又一波的向皇甫圣宇抓去。修罗王此刻杀意滔天，招招都是杀招，可是偏偏皇甫圣宇也不还手，连连后退间轻松的闪开了修罗王的所有攻势。哟，一品真神修罗界灵，看来你就是
赋予楚风真神力量的那只戒灵王。皇甫圣女尽管在闪躲，可她的话语却尽显轻蔑。虽是被赋予的真神境修为，但她的战力却并没有减弱。楚风动用天眼，认真观察。虽说楚风明面是仙龙神袍，但因为王之血脉的缘故，他无论是战力还是其他方面，都达到了神袍的巅峰圣龙级别，甚至远非寻常的圣龙神袍可比。所以现在的楚风，就算无法凭借自身修为与皇甫圣女交战，但是凭借戒灵师的观察力，却也能够大概的看清一品真神交手的局面。布阵。楚风此话说完，结界门内数道黑色气焰飞掠而出，融入修罗王的体内，是修罗大军布置的阵法。阵法相融，修罗王的战力大涨，皇甫圣女也无法像之前那般从容，她开始施展武技进行抵挡。这阵法是我判断错了吗？戒宝宝看向凌霄，此时他的目光充满了震惊，因为根据他的判断，那阵法不简单的几只甚至几百只戒灵能够布置得出的，那阵法内蕴藏着千万种不同的气息，那简直就像是千万只戒灵联手布置的大阵。可是怎样的戒灵师才能拥有千万只戒灵？你没错，你所感觉到的是正确的，凌霄说道。楚风得到凌霄确定的回答，戒宝宝的拳头不由微微握紧，那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是受到刺激后的行为。千万只戒灵，并且都是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这根本不是神袍戒灵师所能做到的事。此子怎能不收啊？凌霄也是发出感叹，身为戒灵师，他的内心也同样受到了震撼，但楚风根本没心思去顾及他们的想法。楚风一直认真观察着戒灵王与皇甫圣女的交战，楚风无法确定皇甫圣女到底获得了怎样的力量，所以他让戒灵王出战，只是一种试探，想要观察一下对方的手段。武技可以正常施展，但是战力似乎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根据楚风的观察，发现皇甫圣女的战力还是不如他正常的水平，是下滑了一些的。而伴随着皇甫圣女的认真，修罗王就算有阵法加持，可却也渐渐浮现出了不知之事。前辈，交给我吧。楚风此话一出，修罗王便立刻停止攻势，回到了楚风的体内。而下一刻，楚风周身黑色气焰缠绕，他的修为则是达到了一品真神境，还想抵抗？皇甫圣女看向楚风，但在其说话间，却是手腕一转，将身后的神兵取了出来。尽管表面不在乎，但连续在楚风吃瘪2次后，他其实不敢再有所大意。皇甫圣女将修为提升到一品真神，便是你族先辈放弃自我提升机会，给你争取来的底牌吗？那你族先辈可真是太冤了。楚风说道。冤不冤，你很快就清楚。皇甫圣女此话说完，手中的神兵接连挥动，道道雷霆武技也如猛兽一般，接连向楚风扑来。楚风没有神兵，而是手握太古英雄剑，不断的闪躲。皇甫圣女的攻势非常凶猛，虽不是竞技武技，但却也都是强大的武技，并且这些武技具有联系性，他的所有攻击都是进行了排序的，这让楚风只能不停的闪躲。皇甫圣女眼见着楚风在自己的攻势下尽显狼狈，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也是越发得意，甚至开口嘲讽起来。楚风，有本事过来，没有了境界压制，你就如此不堪，连近我身的能力都没有了吗？原来你不过如此，能在血脉比斗台上胜我还真的以为你多么料的，终究是我皇甫圣女高看了。来呀，楚风，现在你我都是一品半神，有本事你就胜我，若能胜我就放你们一条活路。皇甫圣女的声音不断响彻，回荡在这古殿之中，她真是该死。小鱼儿眼眸之中满是杀意，妹子，这个真神境的战斗不是你能参与的，你可别冲动。仙海少羽赶忙对小鱼儿说道，他其实了解他妹妹，他妹妹平时虽然顽皮，但却并非没有脑子的人。想法，小鱼儿遇事非常的沉着冷静，是很有脑子的。可是他算看出来了，那是楚风不在的情况下，楚风在的时候，只要楚风被欺负，他的妹子不仅变得没有脑子，甚至有点像个小疯子。这样的小鱼儿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是真的害怕。他妹子直接就冲入真神境的战圈。皇甫圣女之前真看不出来，原来你话挺多的呀。我楚风就算借用戒灵的修为，但这戒灵也是我楚风自己的。你呢？你现在的真神修为是从何而来？那是你族先辈放弃自我提升的机会，为你争取来的底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我要是你，我可不好意思说出这番话。毕竟你都施展你族先辈留下的底牌了，都未能伤我分毫，你是真的没用啊！你的先辈所托非人啊！天雷圣品，以后这个词你还是别说了，简直侮辱天雷血脉。眼见小鱼儿都怒了，楚风也是开口反击。其实楚风完全不会被皇甫圣女的话影响，但是小鱼儿动怒了，楚风就忍不了了，必须反击。何况搞人心态这种事，本就是楚风擅长的，皇甫圣女哪里是楚风的对手？就比如楚风这番话，本身就攻击性极强，并且还是笑着说的，而且楚风笑得很贱，这表现出了楚风完全没受皇甫圣女的言语影响，反而感到可笑。这样的笑容让他的这番话语攻击性翻倍。最主要的是，楚风说的都是事实啊，因此楚风这番话无疑是刺痛了皇甫圣女。楚风，既然你急着想死，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皇甫天族的手段。皇甫圣女说话间，将手中神兵握于双手之间，随后只听一声咆哮响彻，一条巨大的雷霆蛟龙出现在了皇甫圣女的身后。神境雷蛟，这一招楚风也会，因为皇甫凡逆曾施展过，但眼下皇甫圣女所施展出的雷霆蛟龙可比皇甫凡逆施展体积大了10倍不止。皇甫圣女站在那雷霆蛟龙面前，渺小的就像是一粒芝麻，可偏偏那雷霆蛟龙是被他施展而出，是源自于他的力量，并且那威势可远不止10倍那么简单，这便是真神所施展出的神境武技。大哥哥，此刻所有人都看到了半空之上的雷霆蛟龙，小鱼儿更是紧张不已，又是一声怒吼，雷霆蛟龙直奔楚风而去，不仅威势滔天，速度更是所向披靡。此刻
所有人都担心地望向了楚风所在的方向。这感觉，但很快，仙海少羽以及小鱼儿则是将目光投向了皇甫圣羽所在的方向。定睛一看，皇甫圣羽站在原地，可是楚风竟也出现在了皇甫圣羽的身后。楚风手中的太古英雄剑正在刺向皇甫圣羽，但是并没有刺入皇甫圣羽体内。皇甫圣羽周身出现了一重透明的铠甲，那铠甲挡下了楚风的一击。守护阵法，不对，在这里守护阵法不是失效的吗？此刻，龙成宇等众人也是反应了过来。他们虽然震惊于楚风能发动如此奇袭，但现在已经无法惊叹，因为那层透明铠甲的存在，楚风的奇袭失败了。是那令牌，那令牌不仅赋予了他一品真神的修为，更是赋予了他保命的机会。仙海少羽说道。他这一说，众人也是注意到，那令牌上面不仅有赋予二字，还多出了守护二字。靠，这不是玩赖吗？这还打个锤子啊！龙成宇气的怒骂一声。皇甫圣羽第一反应也是惊恐，因为楚风的靠近，他根本没有察觉到。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太古英雄剑已经刺向了他。若是没有那道令牌自动触发的防御铠甲，他已经被楚风一剑刺死了。可震惊过后，他则是收起怒容，露出一抹讽刺的微笑。楚风，来啊，我就站在这里不动，你能伤到我吗？话罢，他手中的神兵便向楚风轮了过去。可是楚风瞬息之间便消失不见。楚风再度出现之时，又出现在是皇甫圣羽的身后，并且太古英雄剑再度刺向了皇甫圣羽，只不过又被那层透明的铠甲挡了下来。看来不是只能保一次命啊！楚风叹道。死！皇甫圣羽再度轮动手中的神兵，可楚风却又再度消失不见。当楚风出现时，已是在了距离皇甫圣羽极远的地方。见状，皇甫圣羽也是眉头皱起。楚风的速度太可怕了，那完全不是一品真神所该具备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他也是不敢再有丝毫大意，再度施展武技，顿时无数只雷霆巨兽狂奔而出。只是这一次，磅礴的武技并不是攻向楚风的，而是攻向小鱼儿等众人。可那武技刚轰出没有多久，便于半空爆炸开来。是楚风挡下了这一击，好快的速度，那是什么手段？拥有如此速度，简直无敌啊！见到这一幕，莫说皇甫圣羽，就连仙海少羽都是发出了惊叹。此时，仙海少羽已将修为提升到了9品半神，虽是半神境，但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他却也能大概观察到楚风与皇甫圣羽的战况。正因如此，他也是知道楚风拥有超越了一品真神的速度，正是凭借这个速度完成了对皇甫圣羽的奇袭，也是凭借这个速度，在皇甫圣羽刚对他们发动攻势时，便被楚风拦了下来。按理来说，楚风先前的距离不应该这么快就拦下来，之所以能做到，就是因为那不可思议的速度。这古殿虽大，可是以楚风这个速度，几乎瞬息之间便能够抵达任何地方，真是恐怖如斯。好了，别担心了，你的大哥哥赢定了。皇甫圣羽的保命手段必然是有时间限制的，待的时间限制一到，就是他的死期。仙海少羽对小鱼儿说道。根据他的观察，皇甫圣羽的保命手段是有时限的，但楚风那不可思议的速度，就算是有限制，但也必然不是一次性的限制，那是非同寻常的手段，无法以常理判断。可就在此时，楚风的喘息开始变得急促。仙海少羽，你确定吗？小鱼儿瞪了他哥一眼。仙海少羽也是感到无语，因为现在楚风的样子的确不像是装的，可实际上那就是楚风装的。楚风能有如此速度，自然是依赖于神技中的神形，此神技乃是神路传授，在楚风自身的基础上，拥有跨越4重修为的速度。别说是皇甫圣羽是一品真神，就算他是4品真神，凭借楚风的速度，皇甫圣羽也追不上。只不过这神形也是有限制的，只能在短时间内发挥出最快速度，时间久了，速度也会下滑。但是楚风现在的负担是装的，按照他的计划，刚刚的奇袭就应该取走皇甫圣羽的性命。谁曾想那令牌还有保命手段，最关键的是，根据楚风的观察，那令牌的力量仍未耗尽，多半还有其他手段。这种情况下，楚风必须示弱，让皇甫圣羽掉以轻心，唯有如此，才能等到那层透明铠甲消散之后，再对皇甫圣羽发动致命一击。束缚！忽然，皇甫圣羽轻喝一声，并且他双手捏诀正对着楚风。下一刻，他胸口令那道牌上面竟又多出了2个，除了赋予、守护之外，又多出了束缚2字。当束缚2字出现之后，便化作一道光束，自令牌飞掠而出，直奔楚风而来。这一击太快，哪怕是楚风也无法躲避。反应过来之时，已是被那道光束所穿透。但是这一击过后，楚风并未受伤，而是感觉修罗王的力量正在快速消散，楚风真正在恢复到自己本来的修为。这感觉，难道说楚风顿感不妙？感觉到了吗？你以为我这个底牌为什么能称作底牌？就只因为它能赋予我一品真神的力量。现在你清楚它的厉害了。皇甫圣羽得意地看向楚风，束缚我戒灵的力量，而没有束缚我武力的力量。看来你的底牌也到了极限了。楚风说道。对，托你的福，已达极限，但没有了戒灵的力量，你就算能够施展武力，又凭什么和我斗？皇甫圣羽说道。而楚风注意到，皇甫圣羽说话间，那层透明的铠甲消散了，难怪他如此急切地施展出了那令牌最后的力量，对楚风的戒灵力量进行了束缚。他必然很清楚，若不快一点施展这最后的手段，楚风的奇袭继续发动，他便小命不保。皇甫圣羽，我承认你先前说的话了，底蕴确实对你有帮助，那你能否说话算话？只要我将征服麦之本源的机会从体内剥离而出，你便放过他们。楚风问。楚风，不可，大哥哥，不行。可楚风此话一出，便立刻遭到了仙喵喵以及小鱼儿等众人的反对，他们宁愿与楚风一同死去，也不愿意让楚风为了他们牺牲自己。楚风兄弟，你可别犯傻，按理来说，你刚刚已经击败他了，只是那令牌救了他一命，这种人根本没有诚信可言。仙海少羽说道。
可只见一道雷霆飞掠而过，楚风消失在了原地。当楚风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了皇甫圣女的身后。楚风瞬息之间，将雷纹、雷霆铠甲、雷霆羽翼以及那提升战力的手段同时施展而出。楚风的修为从5品半神达到了8品半神，但其实他的战力已达到9品半神，再借助神行，其速度可超越1品真神，这才瞬息之间来到了皇甫圣女身后。只是楚风的这一剑未能刺中皇甫圣女，皇甫圣女只是一重武力附体，便挡下了楚风的一击。不行吗？楚风目光复杂，暗叹不妙。他本来是想趁着皇甫圣女大意，再度发动奇袭，只是谁曾想皇甫圣女没有再大意，他以一重武力覆盖了身体，这样的手段自然是挡不住1品真神的攻势，但却能够挡下半神的攻势，这便是境界的差距。混账！皇甫圣女伸出手掌，想将楚风抓住，可楚风却身形一闪，再度消失不见，出现在了远处。半神境竟还拥有如此速度，仙海少羽等人算是开了眼界了。先前借助戒灵的力量，修为达到了真神境也就算了，没想到修为恢复半神境之后，楚风竟然还拥有如此恐怖的速度，也就是此地受限，否则凭借这个速度，真神境强者根本奈何不得楚风。而就在此时，一股磅礴的威压横扫整座古殿，楚风凭借神行拥有超越1品真神的速度，可在受限的范围内却也无法阻挡这样覆盖性的威压。很快，楚风便被威压击中，狠狠地撞在墙壁之上。楚风见状，小鱼儿、仙喵喵、仙海少羽等众人立刻来到了楚风身旁。我没事。楚风此话说完，便立刻在体内呼喊：神鹿前辈！楚风要靠你自己。神鹿说道：这么久了，你还没恢复吗？楚风有些无奈：哪里久了？其实距离本神上次救你并未过去太久。神鹿说道。楚风无法反驳，确实他只是成长快，但时间的确没有过去太久。但关键是他现在需要神鹿的力量带着众人逃脱这里。麒麟，吞天麒麟！楚风呼唤吞天麒麟。吞天麒麟毕竟是神兽，也许他有着特殊的手段，只是奈何吞天麒麟则是没有任何回应。楚风，给你机会你不要，现在就让他们与你陪葬吧。威压再度袭来，这一次是携带着杀意。皇甫圣女是要杀掉在场的所有人，可那威压还未靠近，便被挡了下来。看着那道身影，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仙喵喵，是仙喵喵站在众人身前，挡下了皇甫圣女的真神威压。此时的仙喵喵修为达到了9品半神，他隐藏了修为吗？看着此时的仙喵喵，秦玄与龙成宇面色凝重。先前仙喵喵身上所产生的变化，他们之前都见过。对战皇甫凡逆的时候，仙喵喵就施展过，但因为仙喵喵之前的修为是5品半神，所以哪怕提升3重手段，也只是将修为提升到8品半神。可现在还是这3重手段，仙喵喵的修为却达到了9品半神，这说明仙喵喵之前是隐藏了修为，是藏了一手的。他的真实修为其实是6品半神，可就算如此，9品半神也是他的极限了。9品半神放在小辈之中的确顶尖，但终究是半神，凭什么能挡下1品真神的威压？就在此时，整座古殿开始剧烈颤动，就连封锁古殿的暗紫色气焰也疯狂的扭动，那种感觉与先前麦之本源出现的景象一模一样，整座古殿好像都在恐惧着什么。就在众人不解之际，仙喵喵的体内开始有绿色的气焰浮现，那气焰一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去，他们都能感觉到让古殿产生如此变化的，正是源自于仙喵喵体内释放而出的绿色气焰，并且那绿色气焰释放的越来越多，正是这股力量抗下了1品真神的威压。魂之雾焰，竟然是魂之雾焰，真是想不到啊！不仅发现了传说中的麦之本源，竟然还遇到了传说中的魂之雾焰。此刻，皇甫圣女狰狞的大笑起来。